大家好，比特币或全球金融市场，超过80%的交易员每天第一件事就是看图表。它并不是什么玄学哦，而是全球市场延续了300多年的交易密码。如果说你不会看图表的话，那就相当于是蒙着眼睛在交易。那今天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因为这几年利润基本上都是用这个方法判断比特币什么位置适合交易，什么位置不应该交易。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S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视频下方有我的 OKS 邀请注册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很多朋友也是讲最近的比特币操作，你如果是短线的交易者，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最近是大赚的，但是我看到的身边很多朋友都在讲最近的操盘难度，你如果是在短线的话，是难度非常非常的大。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其实我们来看一下下方的这一个 KDJ 指标，KDJ 它是一个随机指标，但是这个指标并不是随机的，它是属于强弱指标，或者是属于逆势指标。要知道，比特币它可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资产。那既然是最有意义的资产，以前有跟大家讲过，比特币下跌1年的时间，你如果从月线这个高点是在2021年的11月到12月份，那下跌到这个2022年的11月份到12月份，历史上基本上下跌的熊市都是1年的时间。那如果我们参考这一个 KDJ 指标，逆势指标，当价格跌到，它是有几个分水岭啊？一个是在20附近下方的这一个超卖区，还有一个是在80这一条线上方的这一个超卖区。那既然20下方的超卖区最有意义的资产，指标在低位的区间，什么叫做适合交易的位置？你配合这个指标就可以啊。那如果在底部的位置不敢压，或者是后面有新的收入，也是一直跟大家讲，你去观察比特币这一波历史上的牛市啊，有几个高点的位置，当指标接近这个80，你可以看一下，有些价格它可能在周线里面感觉是没有怎么跌，但是日线里面你要去留意，像这种下跌有可能才是最终的机会，或者是这一个高点的位置指标也是接近80。那像这些盘整的区间，你如果是长线的交易者倒是无所谓哦，但是我们看一下，其实真正中线的买点，就是我们确认比特币是牛市，你可以观察一下，一般这个指标，它如果有来到50左右，这个位置是50左右，甚至破50的几个低点的位置，才是真正的适合交易的区间。然后我们看一下比特币，或者是一波涨到这个高点的位置，指标也是接近在80上方。像这种区间前面而且又涨了一波，那如果在高点的位置，你看指标在高位，有些位置就不太适合去交易。以及我们看一下，包括75K 的这个区间，指标也是在高位，有可能你尽量想办法，像这些下跌的低点，它可能会有一些短线的利润，就是指标它慢慢修正到这个50的区间。以及我们看一下前面的10万美金，指标也是涨到这个就是不太适合交易的区间，那你要留意啊。比如说上一次为什么75K 这个位置开始希望朋友们买入，因为它指标已经来到50下方了，或者是真的要去20的话，相信应该也不会跌得很深吧。那现在价格上来的话，现在的指标上一次10万到11万美金，也是最近跟很多朋友讲的10万美金的比特币，你再观察这个指标，它也是在80的这一个区间，就是这种位置。最近很多朋友讲的，包括一些新进场的朋友也是跟朋友们讲，你尽量控制好自己的仓位啊，因为你现在进场，为什么之前的话不大胆的给我全部给它 all in？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一张图表，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整个中线在10万到11万美金附近，很多朋友讲为什么难操作，
你看它的图表，它这个是不是也是跌一下，然后就全部涨上去，跌一下就全部涨上去？所以你做空，或者是你在这一个区间，为什么之前低点的位置不去做多？这不是一大波的利润？那现在的话，已经快几个月了，你有看到它这样子直接这样子一直涨吗？或者是我们来看一下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地址，昨天这一根它是一根螺旋线啊，所以我判断有可能比特币在这个位置还是继续在盘着。昨天这一根蜡烛收盘，早上在推特上面有分享了。金鱼好像我感觉是在搬家，猜不准它这6818枚到底是不是在卖出。那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交易所钱包的余额，我们要判断它是不是转出去卖的话，要观察交易所钱包的余额，它是没有上升哦。如果是这一条绿线，就比如说之前在这几个位置，我们看一下，当时比特币在10万美金左右的时候，这边不是有一次好像是鲸鱼把比特币转到交易所钱包里面，交易所钱包比特币的数量是增加，那么看一下后面比特币价格是下跌，所以昨天是转了6000多枚，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一条绿色的线，它是继续创出历史新低啊！目前交易所比特币钱包余额现在只有205万枚，反正后面我相信肯定是要破200万枚。所以我们再回到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那短期我们先观察吧，这个位置主力会不会继续盘整？如果要继续上的话，我是希望这个位置有可能波浪的浪形 ABC 已经结束，因为手上是一大堆的仓位，也是在等比特币将来30万美元，看要不要继续把一些多单平仓。最好是这个位置就开启大级别的1、2、3、4、5浪的上涨，而不是在这个位置如果还是区间盘整的话，那这里面的 ABC 到底要怎么改？这边会不会是整个大 A， 或者是这个 B 浪，或者是 B 浪有没有可能这样子走一个 B 浪，然后再走一个什么1、2、3、4、5的 C 浪，还是说有没有可能走一个 ABC 浪形？我的观点是不要数得太乱啊，有可能目前的位置还是继续在盘整。那短期昨天有提到这一个106000美金，我们先观察吧，就是这个高点的支撑，如果在这个位置盘着，要破也没关系。有一个重要的我心理关卡，我现在不看这个10万美金了，也就是昨天有跟大家提到2023年的那个位置，比特币当时前面是有好几个 N 型的转折，就是这个位置104000美金，如果要在这个位置盘着，这一条线不要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它目前还是在这一个下降通道。短期我们先观察吧，狗狗币这2根既然是一个多头的吞噬，一半的位置或者是前面的这个高点，它昨天是有跌到这个位置啊。那短期我们尽量先观察，大约是在0.157附近是狗狗币日线里面的一个支撑，这个位置盘整也要看比特币，希望它赶快上去哦。以及我们看一下以太坊的支撑跟压力。支撑还是这一个2300左右，就是这2根多头吞噬，蜡烛一半的位置，目前涨上去，短期有可能是在盘整，看下一步能不能挑战这一个2550左右的一个阻力区哦。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